哇，屋檐有雪，那边就可以看到雪场了。这种感觉哦。晚上8点，现在在这边教3位新手，又是一个粉雪天堂啊！应该是继白马村之后，这边快要被外国人攻陷了。现在是2025年的12月30，这次又要来到日本跨年。去年去了白马五龙跨年，今年我们要去的是妙高高原的赤仓滑雪场。那我们这次一样是先从成田机场搭到上野，然后再坐新干线到长野，再转40分钟左右的信浓铁线到妙高高原。从机场到雪场那边大概抓3.5个小时，车票来回的话是大约3000多块台币，也算是最快的一个抵达雪场的方式吧。那如果你不想要扛很多行李转新干线的话，还有另一个方式可以到达雪场，就是从机场直接搭直达妙高高原雪场那边的巴士，那时间就会比较长，大约是5个小时。优点就是你到机场上巴士就可以直接睡觉，然后你也不用扛你的行李或者是雪具，比较适合纯滑雪的人，因为你中间就比较没有办法再去东京或者其他地方逛街这样。那费用就会差蛮多，来回的话大概才3000块，便宜蛮多的。交通的部分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长野车站，在这边要转一个叫信浓铁路线，是不能用西瓜卡直接逼进站的，要在旁边的机器那边买票。那我刚刚有拍一下简单的买票过程，分享一下给你们。去妙高高原站的话是不能使用 IC 卡的，像是西瓜卡那些。我们现在长野，等下去妙高，订850元，购票机都有中文。画面将用繁体中文表示。北信浓线，妙高高原。哦，我们要6张。用日文的话，选北信浓线，选3人，只有6个人，3个人。妙高高原，放钱。好了，买好了。天哪！白马伙伴之一安南，第一次来日本，对，滑雪。对，还有我们的搞笑担当啊，他刚刚去买衣服啊，对，没有买。现在在长野县在这里，长野县。那我们东京在这边，好，我们现在在长野站，等一下要搭到这个妙高高原去。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是白马村滑雪的地方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这边，另外一组成员小吴夫妇，有看过中国行的人就有看过他们。哎，颜值担当，哦，不是你。chicken，哎呀，进来，2番线 A 班，这个是很轻松的香松曼，应该是20公斤的，终于帮我拿了。哦，不愧是城堡王子，好体贴啊！没有人帮我拿，好可怜啊！大家进站之后，这里其实有电梯可以搭。哎呀喂啊！上车了。信浓铁线这个就是像捷运一样，没有对号坐，有位置就坐。乡巴佬，第一次看到雪，看到这么少的雪，他就很满足了。雪哦。哎呀，兴奋啊！乡巴佬啊！看到绵绵冰了。我们到妙高高原站了。这一次来的这个就是在妙高高原这边，这里大概有10个雪场。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是赤仓滑雪场。赤仓那边要分成赤仓温泉滑雪场跟赤仓观光滑雪场，然后它2个距离大概是1公里左右。赤仓温泉滑雪场那边就有温泉街，然后比较多的饭店都是在那一区。啊，为什么要边拉行李边讲这一段呢？所以如果要逛街买东西跟住宿优先选择的话，都会建议选在赤仓温泉的那一区。那我们大概6月的时候就订了这个饭店，结果发现那边居然都订不到，因为我们这次来的时间是跨年，今天是12月30号，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另外一间在赤仓观光滑雪场旁边，距离大街比较远一点点，才有空房。这个车站这里没有手扶梯、电梯，只能走。或者你也可以利用那个斜坡
现在我们就等民宿的人来接我们。这边门口也有 shuttle bus， 还有计程车都可以搭。shuttle bus 有它的班次，在妙高雪场的官方网页上面都可以查。然后那个网页也有繁体中文，也有介绍这边的雪场所有的观光相关资讯，不只有滑雪场的部分。这次选的这个赤仓历史是非常悠久，我记得是1930几年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次有3个新手，所以就选一个比较初阶的滑雪场。你如果订这边的民宿，其实都可以透过你的订房网站跟他们联络，请他们来免费接驳，你就不用再搭这边的 shuttle bus 或者是计程车，帮你载你的行李。然后这边到每一个雪场大概都是10分钟的车程距离，蛮近的。好，那我们现在排队出站中。这个就是车站闸口出来看到的样子。那边有卖一些小的伴手礼，然后那边是进去休息区，比较暖和。然后这边就有 bus taxi， 这里就有今年的 train 的列车表。这次要去的就是这个阿卡库拉赤仓。左手边就是排计程车的。这里还有一些冰淇淋跟饮料可以投跟吃啊。这个站牌，这个是去赤仓，那里另外一个是去池之坪跟山野泽。出外在工作的凯威大大，我们现在会在这边妙高高原站。这一次预计滑的雪场就是这2座。对，然后赤仓温泉就比较适合新手一点，赤仓观光就有稍微进阶一点的雪道。这里就是我去年去的山之源滑雪场，非常好玩，可以去看我滑粉雪的那一集。暂时下班的男孩怎么样？还没下班了。推荐这个好鞋啊 ，Nike 的耐吉，蛮直滑的哦。对啊，就不用穿冰爪。对，好的。我们这次住的这间 Mock Hotel 开了一个大车来接我。哇，不到10分钟就到我们的 Mock Hotel 了，准备去 check in 一下，然后看看要不要去租雪具了。那我们雪具店就在隔壁，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看来是要用扛的了，没有电梯，还用扛的。有电梯啊？有电梯啊，有電梯。電梯在这。温泉じゃないです。温泉じゃないです。はい。で、タオルはインニアルーム、ドライングルーム for snow gear、ベースメント、Wi-Fi、はい。あとmore information。OK。check in 完了，准备回房间。先看一下它的公共空间大概长这样子。现在这个空间，这个光看起来很漂亮哎，还有冰箱。哇，这是大厅，2楼。我们去房间看一下，在3楼。这边的温泉是晚上4点到晚上10点，算蛮短的时间。那这边也有卖一些雪具配件。现在要分房间，赢得1间剪刀石头布。你没有啦？啊？一样。就是我跟凯威1间啊。哎呀，这不错啊。这只是很旧而已。这个大概10坪有哦。一进来，外面可以直接看到雪场的样子，有一个小沙发，2个单人床，还有榻榻米。开箱完了。好，接下来是厕所。哇，很迷你。哇，不是免治马桶哎。哦，这个床垫可以自己铺。拖鞋。哇，屋檐有雪。那边就可以看到雪场了，赤仓观光滑雪场。好，住的日期是12月30到1月1号，跨年期间。这间是8月的时候订的，订下来每个晚上是6000多，一个晚上一个人3300多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去隔壁租雪具。工作。下来可以直接连到隔壁了。哦哟妈，雪具店。booking yesterday。结果因为现在到了他们的雪具店归还时间，他太忙了，所以老板请我们5点再来。然后我们的饭店的正对面就是赤仓观光雪场。那现在走去另外一边赤仓温泉街那里，有比较多的店家，还有温泉足汤啊，各式大饭店啊。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住那边呢？因为6月订的时候就全部客满了，所以我们才选择到这边。那我们从这边走过去750公尺，没有下大雪的天气走应该是可以的。那这2个雪场是有相通的，所以如果你想要2个雪场都滑，就可以买那个共通票。哎呦，哦，哎呀，怎么样？终于踩到雪了吧？解锁你的人生清单了吗？这种感觉哦。这条路不好走哎，后面一直有车来，有点小危险。你想要把脸埋进去吗？可以，是真的可以有那个膜出来吗？可以啊。要看五官立不立体呀。哦，现在不行，这个你不行啊。好，就在雪场的对面，非常方便。怎么样，小吴？不要担心了哈。我应该不会这么严重。难道第一次体验日本的接骨技术就是这个时候了吗？刚刚走错边了，所以重走一次。从赤仓观光那边走到温泉这边，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啊，还是可以看一下那个接驳车的时间表，搭接驳车过去。如果要滑雪的话，不然你扛着雪板再走这一条800公尺的路，可能会有点累。前面就是温泉街了，这边就是赤仓温泉滑雪场，比较适合新手来的雪场。这边还有赤仓滑雪学校。现在山下一片雾，这边看起来就是停车场区。个棒，在马来西亚吃那么多，还来这里还吃？看到个棒，白眼，上眼，个棒。看得拍得出来。这里就有蛮多间雪具店的。我们刚刚去的那一间就是Oyama观光分店，青山雪具店。这边有3间分店，然后2间在温泉街，1间就是在我们赤仓观光刚刚去的那一间。走到这边温泉街热闹多了，很多的人类啊，难怪这边的住宿比较订不到，这边比较热闹。我们住的那边就人太少了。哇，这有另外一间。对面也有一间，哦，这里又有一间。好，据说这一间就是这边唯一的超市。好，然后这间超商营业时间，来，哦，这样，哦，这一间有卖什么呢？还有面罩、眼镜，还有卖雪镜。好，所以我们预计在这边补给一些粮食，卖妙高的衣服啊。3980，这看起来是帽 T 哦，12000日币，手套跟内搭长裤。好多贴纸哦，而且是防水的，这好好看哦，是磁铁，还有双版跟单版，哇，这个很欠买，770元。大苹果，想买一个大苹果。这边大概有70%都是外国人。去年到那个山之原也是，感觉外国脸孔占比非常高。还有烧肉店，热狗看起来不错。这边就是另外一间Oyama Sports 的分店。想吓我。据说这里有很有名的可丽饼店，但不知道是哪一间。回去拿自己的鞋子。经过了20分钟，大家终于换好装备了，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夜滑。3点钟，从 XXL。他说怕太冷，要穿很厚，我就说不用，因为你等下就会一直做波比跳之类的，等下就会流很多汗。先给我一点光，晚上8点，现在在这边教3位新手，哇，这是全黑的地方。我们教了大概半个小时嘛，现在练习单板滑行。我们看一下安南选手，那边有3个手机，来吧，可以，来记得你的重点啊，身体站直，不要怕。哎，对，不要怕，不要怕。哎呦，你最后有点后躲，要不然你到这边是安稳的停下来。好棒哦！新手第一次站起来，好有成就感啊！是小吴。哇！可以啊！新手第一次在黑暗中练习，真是少见。
现在在赤昌温泉滑雪场，10点多了，现在来新手教学时间，刚刚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了。这是谢东颖的第一滑。哎呀，他没跪，居然没跪。纽西兰之后，哇！好，再高一次。哎呦喂呀！你用手指厉害。哦，好好玩呐！怎么样？很兴奋吧？看到学生都没看到教室。这是第一天赤昌温泉的，在入口处，我想说拍一小段记录一下，顺便测试这个 X5 的第一拍。现在用的是 5.7K， 一下咯，来。这是定时，你点一个热的清酒，因为这边热，这个是热的。下雪了，这边应该有一半都是外国人，金发碧眼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对，指着你要去的方向。对，很好，很好。这是一个早上的成果啊！他已经在那边5分钟了，还是爬到那边，然后站起来，然后滑下去，再上来。有人去撞树啦！请问你在干嘛？找熊哦，找熊啊！哎呦，他没找你，自己进去找他。你以为穿的像一个小偷一样就不会被发现吗？出来这么快，我追不上了我的。哇，这样可以的吗？这样超快！天哪！哦呦，哎呦，来一个360度旋转。哎，这有一个尸体，这有一个尸体。哎呦喂呀！啊，上缆车了。新手们回去了，我们接下来要去逛赤昌温泉的右侧那个区域，好像只剩6号缆车有开了。好了，今日第3次下缆车。哇，好快，好快，我走了，拜拜。拜拜。哎，你活下来了吗？对啊，4点关的话，我们好像上不了山了，所以得往去跑去6号。对。好，我们最后的3人组合就要开始畅滑了。下午4点正式开始了。大家如果带新手来，或是滑行能力没有那么好，真的可以考虑买单趟的，会比较划算。这一次800，因为你买一整天大概7000，那你800一趟，你可以滑几趟？6、7趟缆车，除非你是要逛全山的，那又还是买全山票会比较划算。哎，好累啊！好，走。好一点，好一点，再来。没了。好了，现在5点半，我们又出来滑了。刚刚整完雪，雪都是全新的，很好滑。现在雪很大，我换上这个 Anon 的夜视镜片啊，总算看得比较清楚了。之前晚上都不戴雪镜，但是雪太大的时候，你就会眼睛睁不太开，会影响视线。像它，真的夜视镜好像真的是有点效果的。好，出发了。现在有点雨雪的状态，所以能见度也是不太好，还是稍微拍摄一下，要不然都没有画面了。我发现这个赤昌温泉的右滑雪场的6号雪道其实还蛮长的，就是搭缆车大概5到7分钟的体感，就感觉还蛮长的，可以好好练功一下。晚上人又比较少，还蛮棒的，雪道都蛮宽广的。城堡王子也可以好好的练习他的 S-turn。6号缆车这个夜滑雪道就有个地方稍微陡一点，但就一小段而已。中阶滑行者就会觉得，可以很好练功的地方。那如果比较新手的话，就慢慢落叶，不要下去。记录一下。
稍微比较陡的就这一段而已。再走，再走。耶！第2次跨年。哇，下的好棒。这什么运镜呢？所以，早安，今天是第2天，2026年的1月1号，现在是大粉雪状态。然后我们刚刚在窗边2楼吃完了简单的早餐。然后我跟颜值担当凯威要去滑个，对，搞笑担当凯威，要去滑个4小时，滑到中午，然后我们就会离开雪场回到东京啦。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买4小时券 for 赤长观光雪场，就在我门口。饭店这边可以拿那个折价券，但是原价的话是5400，然后我们拿这张票去雪场买的话就变5000块。现在就去冲粉雪啦。昨天租了粉雪板，滑那个硬雪完全没有感觉，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出发！哎呀，又是一个粉雪天堂啊！看口里做。我看这个赤长观光这个雪场比较小一些，虽然赤长温泉滑雪场昨天滑下来整体也没有很大，但看地图上赤长观光更小一些。昨天这2排都没有马，我们就是这边带新手练习的。好，前面那边就是买票区，旁边这里就有一个 bakery and table， 可以喝咖啡吃点东西。先去买票。可以刷卡。搭了10分钟的缆车出来以后，漂亮哦！搞笑担当在暖身，连暖身都很搞笑。那有阳光，然后有雾的雪。好了，来暖身一下。好，现在搭到哪里 ？Gate Terrace 这里。那我们要走旁边再搭上去吗？开滑喽！新年第一滑就卡住了。哇！那有一个牌子，那边是赤长温泉雪场。然后我们现在滑右边，来喽，来吧！这道看起来蛮宽广的，哇，这个雪算粉还算粉，感觉，哎呀，这个雪况很赞哎，又没什么人，目前是9点，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哇，看这雪，哇塞，很棒啊！哎呦，好，我们现在搭上去，热身完了，我们来换一条线来滑。没错了，有盖子的，好热啊！好，脱掉一件了。刚早上看好像很冷，结果好像很热。有了。现在搭这个赤长观光的山顶。哎呀，中午下完了。好嘞，下缆车之后有2条线，右边是未压雪的黑线，然后这边就是终极红线。看一下，刚刚在缆车上是看起来超多粉雪的，这个天气的话，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看起来没办法拿这个Hotel A 要开始了，好紧张，要做好心理建设。好多馒头的。
到手，终于出来了。快，时间啊！哎呦，你停这一条。 有些雾啊！哎呦，那里呢？哇！而且你有叫我啊，也是走错路下山的。我联络到短一个有坡度的。 回到地图的左侧，赤川观光这边最左侧这个红线道蛮好玩的，一定要来滑这里。雪道很宽广，雪又蛮软的。好了，我们就这样滑完赤川观光滑雪场了。我们的搞笑担当要回去上洗手了。 拜拜。这是前片 B。行了，这段很棒哎，这段全片 B 很适合中阶滑行者，好好玩啊！坡度刚好，雪道又蛮宽的。哦，好了，今天是1月1号，这次的跨年滑雪2天。 就这样，差不多要结束了。说一下这次的心得。关于这两个雪场，赤川温泉跟赤川观光滑雪场，都算是小雪场，因为看门票就知道比较便宜的。如果你在完美行购买，或是用这里的饭店给的折扣券，大概1日券的话是5900日币。像我们昨天是买温泉街那边的到夜滑的整日票是多少钱？放在下面。 那我觉得赤川观光这边雪道虽然比较少，滑起来好像比昨天温泉雪场还要好玩，或者是说昨天温泉雪场滑的时间太少，所以没有办法解锁全部的地图。而且今天下大雪的雪况也比较好，所以滑这个观光雪场的体验就会比较好啦，因为都是粉雪。 那我觉得对新手来说的话，赤川观光滑雪场应该就只有地图最左侧的唯一的绿线那边是比较适合练习。观光滑雪场蛮适合中阶滑行者，就逛山也能蛮快逛完的。滑完你也会觉得刚刚好，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那黑线的话，好像只有2道未压雪吧？那我刚刚只有滑其中1道，我就快不行了。现在的滑行能力还没有那么好。赤川观光这边就没有夜滑，温泉街那边才有夜滑。然后我们租的这个雪具店的部分 ，Oyama Sports， 然后有3间分店，6个人，每一个人拿鞋子都是新的，都还不错。板子也都算用1-2年嘛，都还 OK。那价格的部分一定会比雪场的便宜嘛。温泉街那边的雪具店超多的就可以自己挑选一下。然后我选的这间 Oyama Sports， 它官网就是可以先预定，然后有繁体中文。
那住的话，建议还是以赤仓温泉滑雪场那一条温泉街的住宿优先选择起来，那里才有比较多吃的。像我们住在观光滑雪场这边，就比较没有东西吃，然后在温泉街那边吃完晚上自己走回来要走个10出头分钟，会很累。好，这就是这一次的妙高高原赤仓滑雪场的2间雪场的开箱，希望对在找滑雪场相关资讯影片的你有帮助。这边有10个雪场，去年去山之原滑那边我觉得雪况跟雪道更棒。这里赤仓就比较适合初学者一点，特别的点，真的是一半的都是外国人，好不习惯啊。那应该是继白马村之后，这边妙高区的雪场也快要被外国人攻陷了。那台湾人还没有那么多的感觉，白马那边才比较多台湾人。好了，差不多这样了，拜拜，下个滑雪场见。他不行了，大腿要抽筋了。他今天只滑半天吧。知道自己老了吧？上车啦，各位，我们要回东京喽。动，是这样的吗？没有叫你买。特写！